4尺3开，咱们画一个4尺3开。4尺3开是69乘以46啊，69乘以46，这是45。好，我们还是一样找到中线的位置。上次大家说叫画一个花好月圆，没有画，那我们今天可以画一个这个带月亮的啊，我们画多一点的花，就是很多，就是全部都是花的这种构图，就是画满花的啊，画满花。当然看一下我们能画下多少啊，下面都是叶子。这样看我们这一张纸4尺3开的纸能画多少？一个比较现代感的啊，这里可以画一个蝴蝶，然后这个月亮可以画在这里啊，蝴蝶在这个月亮里面。蝴蝶在这个月亮里面，我们虽然说中秋节已经过了，但是我们补画，因为那天答应，本来是不想画这种带月亮，但是大家都想画月亮，结果我就答应大家。好，我们这些花就画一些写生的花，五颜绿色的花，写生。那颜色我们就不写了，因为这花很多朵。我们每画一朵的时候，我们看一下是什么颜色。要不我们先第一朵是什么颜色，先写一下，后面再慢慢的再往上加。我们第一朵可以画一朵黄色的，画一朵黄色来，大家一起来可以分解一下这朵黄色的，一起来分解一下这朵黄色的花。看一下这朵黄色的花啊，一起来分解一下它的颜色。来，一起来分解一下这朵花的颜色，大家看一下这朵花有什么颜色？要用底色吗？这朵花可以不用底色啊。这朵花我觉得是可以不用底色的，用一点底色也可以。好，藤黄啊，鹅黄，藤黄、鹅黄，加点什么呢？柠檬黄啊，这个其实可以用柠檬黄的，我看一下有没有柠檬黄。没有柠檬黄就不用，大部分都没有用，大部分家人们都没有柠檬黄，算了，我们就不用柠檬黄。我们用一点点绿色吧，用一点绿色，用一点橄榄绿。橄榄绿，然后用一点这个赭石。然后用一点这个胭脂吧，用一点胭脂。好，我们就用这些颜色哈，第一朵花。那我们现在调色，试一下啊。藤黄。藤黄、鹅黄、橄榄绿，还有赭石和有胭脂。赭石、胭脂。用完柠檬黄还是要用藤黄、鹅黄，或者是直接用鹅黄也可以。颜色不一定说要跟我一模一样，亲爱的家人们，就是有不一样都没有关系啊。好，我们开始了啊，开始画了。先把笔打湿，把我们的笔打湿。笔如果说是干的情况下，我们先打湿，保持笔肚里面有水分，的情况下去调色啊。好，我们首先把这个藤黄均匀的调一层在这个笔肚里面啊，调多一点，调厚一点。因为这个颜色，这朵花它是颜色，我们可以把它画深一点啊，画深一点。我们写生的这个花的话，它就是一个参照物，不一定说一定要按它的颜色一模一样的去画。好，然后再调这个鹅黄，先调藤黄，均匀的调一层在笔肚，可以调到这个1/2或者是2/3都可以，就看你画的这朵花有多大，你大概你要估计一下你这朵花多大。花多大，这个花瓣就多大。这个调色你要调到哪里？调到笔肚的哪里，就要看你的花瓣画的多大啊。调了一点鹅黄，然后调一点赭石，
好，我们先试一下，这个颜色。大家觉得这个颜色会不会很深呢？会不会很深？有没有很深？很深的话，我们可以调一个底色。我们现在是没有加底色的，你们觉得要不要加底色，亲爱的家人们？不想太深太艳的颜色，咱们就还是调一个底色。底色还是一样啊，太白三氯胭脂，太白三氯胭脂调底色。是不是觉得颜色有点太深了啊？颜色有点太深，那我们就加一点底色，好吧？那就加一点底色。我们蘸了底色之后，我们先调这个藤黄，然后调鹅黄，然后调一点橄榄绿啊，调一点橄榄绿，调一点这个赭石，赭石要不要都可以哈。这个颜色呢，这个颜色还可以哈，这个颜色还可以。那我们就按这个颜色来画浅一点的颜色，好不好？浅一点的颜色。好，我们来开始。画第一朵花，我们用这个纸的这个滑的这一面啊，光滑的这一面来画。第一朵花我们就不管它位置啊，随意的找一个位置来画就可以了。第一朵花的位置随便来画，可以偏一点。第一朵花的位置我们可以随意啊，随便找一个位置来画它。好，我们就画的这个。折一下中线啊，折一下中线，大概知道在哪里。中线朝下一点点哈，压住中线偏右朝上一点点，偏右朝上一点点的位置画我们的第一朵花。好，我们来开始啊，这一朵也是一个包起来的啊，也是一个包起来的。好，包起来。
好，我们一层一层的去叠加哈，去叠加这个花瓣，要记得有这个大小的这种变化，颜色的这个深浅变化，我们在分解的时候，基础里面都有一个详细的分解。我们所以画的时候一定要不能说，我们就随意画，每一个花瓣叠加成圈就可以了，不行哈。每一个花瓣，每一朵花，哪里的颜色该画怎样的颜色，我们都要再细致的去把这个颜色的层次表达出来，这个花最终画出来它才会灵动自然，才会有这个，就不会显得很死板。为什么我们的花显得很灵动呢？那就是颜色的层次的一个表现，好不好？笔尖这条线尽量不要成线啊，尽量不要成很明显的一条线，明显一条线它就显得有点不够自然了，好不好？今天有用底色，也有用底色，我重新写上一下，好不好？写上一下啊，有用底色，亲爱的家人们，有用。刚开始准备不用，但是发现颜色还是有点深，所以还是用了底色。底色还是这个太白加三绿加胭脂，有用啊。本来准备不用，这个是没有调底色的时候，没有调底色，它的颜色显得特别深。那我们加了底色之后，颜色会更浅一点，会更好看一点点啊。来，现在笔上有点干，我们用笔肚去蘸一下底色。蘸底色之前，大家尽量去把它摇一下啊，摇一下，因为这个底色放一下，它有可能会沉淀，沉淀的时候你。如果沉淀了，你这样蘸就蘸了表面的那个水，然后你画的就水分就特别多，所以我们要注意一下哈，就是我们在蘸这个底色的时候，我们要看一下这个底色，去看一下它是不是有沉淀了。要沉淀了，你尽量用笔去把它搅一下啊。好，我们继续来调色，先调一层这个藤黄，薄薄的调一层藤黄，然后调一点鹅黄。调色的时候，我们的还是一样，每次笔肚尽量贴着盘子里调，这样的颜色才会更均匀的在笔肚里由深到浅啊，就尽量不要这样子把笔竖着去调了，好不好？好，再调一点点橄榄绿啊，调一点点橄榄绿。那有的时候这个赭石有的时候不加，我们有的时候加，有的时候不加，就像上面的这些花瓣稍微浅一点，我们就不加这个赭石。那如果说到下面这个花瓣，我们花瓣要稍微深一点的时候，颜色深一点，我们就加赭石。你看这两个花瓣是没有加赭石的，这些花瓣是有加赭石的。好，再来补充一点哈，补充一点赭石，然后我们这个时候我们补充一点点这个赭石哈，现在加了赭石，我们画底下的花瓣，我们就加一些赭石进来。我们这里来画一个稍微宽一点的花瓣啊，画一个宽一点的花瓣，让这个花瓣有大小的这个变化。宽一点的花瓣的时候，我们旁边马上要加哈，马上加小的，大的旁边有小的，小的呢还要有这个。还要有什么？还要有这个重叠的哈，还要有这个重叠的，这样子它的变化才会更丰富一些。好，再来加一点橄榄绿，再加一点橄榄绿，再加一点赭石。我们后面有一些颜色会发生一点点变化的时候，为什么会有一点变化？就是我们加颜色的时候，我们最后加的是后面的两种颜色，就没有加前面的颜色。所以它的颜色上会有一点点的这个变化，微妙的这个变化，就是这个每一次的调色的这种你加了什么，每一次调色你加的是什么。就像你看这里稍微深一点的时候，是因为我们后面调的笔尖上加的是后面的两个颜色，那这个微妙的变化就出来了，是吧？然后笔尖再来补充一点赭石。
这里画一个窄一点的啊，窄一点、长一点的花瓣啊，再加一点褶饰啊，再加一点褶饰，往中间包一点啊。这个是一个包起来的哈，往中间包，把它马上这个花瓣就拉起来了，拉到有往中间包的这种感觉。好，再补充一点橄榄绿，补充一点点这个赭石。好，这个中间已经看得到，这里是花心的位置了哈。这里花心中间来一些小小的花瓣，好，让它包起来的这种感觉。再蘸一点点赭石，蘸一点赭石。好，这个空间感觉这个还有一点大，里面再可以加一点哈，里面还可以再加一点，里面再加一点，让它更多一点哈，层次更多一点。好，我现在笔上又干了哈，又干了，我们又可以去蘸一点底色，把底色再摇晃一下，摇一下，然后用笔肚轻轻的蘸一下底色。补了底色之后，我们先来调一层这个藤黄啊。薄薄的调一层藤黄，然后调一点鹅黄，然后去调这个橄榄绿。橄榄绿有的时候也可以多一点哈，有的时候多一点，有的时候少一点。比如说我们画底下的花瓣，我们又可以让橄榄绿多一点哈，又可以让橄榄绿多一点。橄榄绿多一点，我们也可以。不蘸这个赭石，赭石就在中间花的中间这一块蘸赭石。好，这个包起来了，我感觉就可以了啊，可以了。我看一下这里还要不要再跳一个出来，再来一个小的出来。再来一个小出来。好了，我们这个不用画太复杂，也不要太大，这朵花不想要太大，画小一点，然后画到这里就差不多哈，画到这里就差不多。那我们现在可以去补充里面的正瓣。所有家人们，这个也是一个小包菜型，它没有完全盛开的一个包菜，所以我们就画这么多啊，没有更多的生出来的。那在我们的基础里面啊，在课程里基础部分也有很多这种分解，这种不大不小的啊，各种大小的包菜型都有去分解。好，我们现在颜色调多一点，亲爱的家人们。然后我们接下来把颜色调多一点，亲爱的家人们，因为我们要补充这个正瓣啊，补充正瓣颜色调得更深一点哈。我们颜色还是一样的啊，最后我们可以加一点点这个胭脂进来啊，想要颜色更深一点，我们加一点点胭脂进来。那加一点胭脂之后，它的颜色呢会更深一点点哈。画一笔之后，我们要去补充一点点颜色，让颜色更饱满啊。加了一点点胭脂之后的颜色会更深一点。好，再蘸一点点赭石，蘸一点点胭脂。好，笔尖蘸一点点胭脂。好，最中心的部分啊，颜色是最深的，慢慢的也不要那么深了。然后不能说一直蘸这个赭石哈，前面的黄色现在我们也要蘸一点啊，黄色的鹅黄，还有这个橄榄绿、赭石、胭脂都补充一点。好，这些小缝隙里面啊，都填上最深的颜色，亲爱的家人们。哎，颜色不够均匀啊，亲爱的们，颜色不均匀，一下笔就能感觉得到哈，一定要把颜色调均匀了，咱们的颜色调均匀了，画出这个花才好看哈。
把这一个花瓣让它包过来啊，让它包过来。好，补充一点鹅黄，只要笔上还没有干的情况下，我们就先不补水，直接补充颜色。如果一旦笔上太干了，我们画不动的时候，我们就去补充水分，好不好？笔上干了，我们可以用笔尖去蘸一下水。好，来补充正半，在缺口最深的地方，把它包过来，包过来。好，把这边。好，补充一点底色啊。好，来，笔尖要深一点啊，笔尖要深一点。好，这个大一点，让它包过来，包到前面一个花瓣来。这边的花瓣就稍微大一点啊，这边就小一点。好，笔下补充这个橄榄绿，补充橄榄绿，后面再加一些层次进来。
好，现在笔上有点干了，我们先把笔洗一下吧，因为现在颜色很多，但是我们要画上面的花瓣，不要那么深的颜色。好，来补充了底色之后，调少一点颜色，就调这个藤黄和这个橄榄绿两个颜色，最后的这个花瓣。你们去这个，哎，这个颜色不够深了，感觉。好，这里再来多一层哈，来多一层，或者这个直接包过来，直接大一点包过来，直接来一个大的花瓣啊。好，这里来一个大的花瓣啊，这里来一个大的花瓣。好，这个大的。好，笔尖来一点点深色的哎，这个太深了一点，回笔不要太深了，亲爱的家人们，我一直在提醒大家回笔不要太深，自己却回了一个很深的，所以说大家都要小心一点啊，回笔的时候不要太深了，颜色不要太深了。好，看一下哪里再加一个花瓣，哪里再加一个花瓣。这里加一个花瓣，就是让它不要太过于圆了啊。加一个花瓣，就是让这个花不要太过于圆了。其实这朵花就这样子就可以了，这样就可以了，亲爱的家人们。我们把中间的地方再补一下，先补充一点底色，笔上先干了，我们先加一点点底色。好，这个花心用这个胭脂色，用这个胭脂色画的这个花心，那我们加一下花心好吗？加一下花心，用这个三绿。
这朵花够了啊。就是我们画这个花的话，有些可以画一些不是说全部都是盛开了，就这样子就挺好的。你要继续画这朵花，肯定还可以继续画的。它这个花要继续画，肯定是可以继续画大的，你可以把它画成一个大盛开的。但是我们不用再继续画，不用把它盛开了。这朵花还没有我一个手那么大，挺小的，没有太大。好，我们加一点鹅黄来点这个花心哈，加一点鹅黄。我刚刚在盘子里加了一点鹅黄啊，直接加了我们这个盘子里面的这个鹅黄，就是本身这个画花心的颜色里面加了一点鹅黄进来。就用这个鹅黄去点啊，去点这个花心，它会更亮一些。因为这朵花它本来藤黄偏多，那我们把花心如果也点成藤黄的话，它的这个颜色不太明显。那我们用这个鹅黄，它的这个花心的颜色会更亮。分组去点哈，一组一组的去点。好，这个花心我们就点这么多了。第二朵花画这一朵哈，亲爱的家人们。好，第二朵花的颜色，第二朵花。底色还是这个太白。好，把这个花放到上面啊，给大家先看这个花，太白加三绿加胭脂，然后第二个我们看一下用什么颜色啊？藤黄，这个也要用藤黄，藤黄大红，藤黄大红。大红加藤黄吧，大红加藤黄，然后用一点玫瑰红，曙红胭脂，辅助颜色我们用一点这个橄榄绿。焦茶。好，这个是我们的第二朵花的颜色，亲爱的家人们，第二朵花的颜色，我们现在开始调色了啊。来，藤黄加大红，藤黄加大红，还有用这个玫瑰红。曙红胭脂，曙红的话，有一些地方这朵花的颜色比较多变啊。
它比较这个颜色比较丰富一点。来，还有用这个橄榄绿和焦茶，橄榄绿焦茶。好，我们前面底色还是用前面这个底色还没有用完，我们继续用哈。这个底色没有用完，继续用。可以把这个3绿再多加一点进来，3绿和胭脂再多加一点进来。好，底色调好，刮掉笔上多余的这个底色，然后我们开始调色啦，亲爱的家人们，先调薄薄的一层藤黄，这个就不要藤黄太多了，薄薄的一层就可以了。我们把这个大红和藤黄这2个颜色把它搅在一起哈，搅和在一起。好，现在画第2朵颜色，我们先调一层藤黄。然后调这个大红，这一朵是一个太阳型的，亲爱的家人们，这一朵是个太阳型的，然后调一点曙红，哎，这个是调的是牡丹红啊，玫瑰红啊，这个是玫瑰红，我要调曙红，刚刚搞错了，调曙红啊，大红过来调曙红，不要调玫瑰红，调曙红。好，画这一朵一个太阳型的啊，心在这里，让它有一点点遮挡的关系，要有一点遮挡的关系，不要全部都看得到。好，我们可以把这一朵花快速的画完一朵花，知道吧？好，这个心，我们大概把这个心大概留出来，留多大一个花心先留出来，然后每个地方的这个花瓣稍微让它有一点点区别，尽量不要让它一模一样。好，补充一点颜色，笔肚要经常不停的去补充颜色，这个要有正反瓣的这种组合的这种感觉，但是不要太明显。这朵花它就是主打一个比较随意的，不用把每个花瓣都看得清清楚楚。好，我们有的时候可以更随意一点的去画。好，笔上干了，我们蘸一点底色，轻轻的去蘸一下底色。要放开来去画，亲爱的家人们，画的话要有松有紧，不要一幅作品里面每一个地方都很紧张。你看我们的第一朵花已经把它画得很细致了，是不是已经把它画得很细致了？第一朵花细吗？第一朵花每个正反瓣都把它表达得清清楚楚的。那我们的第二朵花。第二朵花咱们就要放开一点了哈，亲爱的家人们。好，笔上补充一点曙红，补充一点点胭脂，把这个缝隙里面最深的地方把它先加上，缝隙里面加上最深的颜色，补充一点曙红，补充一点胭脂。我们这朵花教大家怎么快速的画完一朵花。这朵花我们很快速的就可以把它画完了，这个是心的这一部分啊。然后我们现在把笔去洗一下，为什么要洗一下？先画一下，尽量把上面的颜色用完，不要浪费颜料，尽量用完它。好，现在可以去洗了，洗一下让笔肚更干净一点，然后我们再重新去调这个底色。
补充底色，刮掉笔上多余的水分。好，这个时候我们这个上面有大红啊，不想要大红，把大红粘掉，因为我们要调一点点玫瑰红，亲爱的家人们。这个时候我们要调一点点玫瑰红，一丁点就可以了哈。底色加一丁点玫瑰红，加一丁点玫瑰红来点外面的这一层的这个花瓣啊，还是一样的，是虚的，点哈，点就可以来一点玫瑰红。这个时候来的是玫瑰红，亲爱的家人们，这个颜色跟前面的颜色是不一样的，所以这种颜色就很丰富了。好，这样子去点出它的这些虚的碎的花瓣，来一点点玫瑰红，少许啊，不要太多了。好，这是最外面的一层哈，外面的一层，我们再来蘸一点底色，底色没有了，我们再蘸一点。好，这个时候我们在这一边的地方，我们蘸一点这个焦茶色，把笔肚加一点焦茶色，让它脏脏的，然后再去笔尖再去蘸一点点玫瑰红，千万不要多了啊，只能一丁点玫瑰红。好，还是这样子哈，还是这种虚的花瓣，还是这些虚的花瓣。来，再来蘸一点点啊，再来蘸一点焦茶，再蘸一点焦茶，蘸一丁点玫瑰红。拿着颜色慢慢变得稍微深一点点了。好，在底下的花瓣啊，我们再画底下的，笔上干了，我们就加一点点底色去，加一点点笔肚去，加一点点底色。好，我们这个时候都要加一点点颜色进来，加一点焦茶，加一点橄榄绿。接下来我们加点橄榄绿进来，加点橄榄绿，然后加一点玫瑰红，加点胭脂。好，现在画这个是最下面的这个花瓣，颜色会比较深一点哈，颜色比较深一点啊，但是颜色一定要调均匀，如果不调均匀，马上这个颜色就不好看了。好，蘸点这个焦茶，焦茶也蘸进来，让这个颜色显得脏脏的感觉。焦茶、玫瑰红，然后胭脂。好，这个后面是加了焦茶的啊，加了焦茶，加了胭脂的，后面这一层的颜色。来，再蘸一下底色，轻轻的去蘸一下底色。蘸脏一点的颜色啊，蘸一点焦茶，蘸一点焦茶，蘸一点胭脂，后面这一层的花瓣啊。
好，我这里加一些啊。好，把笔洗一下，因为现在笔上颜色很深，那我们要先用浅色的来调整这个花型。把笔去洗一下，重新蘸这个底色，重新蘸底色，然后边缘上蘸一点点玫瑰红，边缘上蘸一点点玫瑰红，我们来调整这个整个的一个花型。反笔啊，反笔来调整。反笔来调整整个花型。那偶尔这里有一点点深色的，就故意不调均匀它，故意不调均匀它，让这个深色的调整一下花型哈，调整一下花型。哎，底下还可以再加一层，加一层，这个颜色就要暗一些啊。里面有胭脂，还有这个焦茶。好，这一朵太阳型的就比较朦胧的这种感觉，有没有发现？跟这一朵的话，它完全是两种风格。好，我们再把这个花心的地方用最深的颜色，你看这个太阳型是不是很快就把它画完了？是不是特别快？就我们画画的时候，有的时候就有些家人说，我去参加笔会，老师我要去参加笔会，我们的牡丹都这么精致，我怎么才能快速的画完一朵？其实我们有一些花是很快的，比如我今天给大家画的这一朵花，要快起来真的很快可以把它画完。好，这个花心用最深的颜色。好，我们来一点三绿，来画一个花心。这个太阳型的花心其实特别重要，亲爱的家人们。这个花心的话，我们就画在最正中间就可以了哈，画5个瓣啊，画5个瓣。太阳型的花心就在这朵花的正中间。花心也特别重要，亲爱的家人们。有些家人们的话，就是花画的很好，但是花心的话还不行，所以花心也要好好训练啊。就是刚开始你就看我怎么画，然后你多去画，然后按照我们的这个，按照我给大家讲的这个规律啊，分5组，一组一组的去画。好，来画一下花心啊。有点湿，尽量是让它干一点的时候画花心，要不我们花心就要等一下了。看一下，试一下是不是太干了，太湿了。吸一下这个水分，如果着急的话，你着急想画花心的话，用一个纸巾先吸一下，不然的话太湿了，我们这个花心的颜色就画不上去，它会很水，很多水。这个花心的颜色是太白加藤黄，花心是2绿嘛，是3绿，用的是3绿，2绿也可以，绿色就行啊，什么绿，3绿2绿都没有问题，不用说一定要用，我用3绿你就一定要用3绿，不是的啊，你可以用2绿，用2绿也是可以的啦。好，花心我们分5组啊，一组组的去画，1、2、3、4、5。你先点5个点哈，先点5个点。好，这一组的话。好，这个花心画出这个姿态啊。
好，这里是一组。好，来画一点点花丝，少一点点花丝。好，少一点点花丝。看一下这个花心啊，花心画好了，是不是给这个花增加了颜色？好，我们在这里再画一朵啊，这里再画一朵。好，我们后面的花就不写颜色了，亲爱的家人们，后面的花我们也不写生，也不写颜色，我们就随便画颜色，好不好？就按照我们的这个，就把我们多余的颜色把它画掉就行了。把这个底色里面，底色现在因为弄了黄色进去，有点偏黄了，有点偏黄了，我们再加点3绿进来。再加点3绿，加点胭脂，底色在画这个黄色的时候不小心弄了黄色进去，搞得底色有点黄，把它再加一点3绿和胭脂，把它调深一点点。好，我们下面的后面的这些花我们就不配颜色，就随意的画颜色，就是把盘子多余的颜色去画。你想画什么颜色，你也不一定说要跟我一模一样的颜色。我现在用这个玫瑰红啊，我现在用这个玫瑰红和胭脂来画。我现在用玫瑰红和胭脂在旁边这里画。
好，画的比较随意一点哈，这些都不是主花。补充一点点颜色，补充一点点玫瑰红，补充一点点胭脂。补充一点玫瑰红，补充一点点胭脂。而这一笔的话没有调均匀啊，这个胭脂在这个一坨，所以一定每一步都要调均匀啊。好，笔上干了，我们就去加一点点底色进来，加一点点，轻轻的去补充一点底色。来补充一点玫瑰红，然后再去补充一点胭脂。要把颜色调上来，不要只在笔尖上，因为这个花感觉画的有点点下呀，不应该把这个花画那么大呀，要画小一点会更好一点。不要再往下延伸了啊，往上了。现在我们要往上了，不再往下了。好，多沾一点胭脂，把这个心这里啊画颜色深一点。好，这里多沾一点胭脂，多沾点玫瑰红和这个胭脂，越到这个心的这里颜色越深。好，这里来一层。好，这朵花很随意的就画完一朵花了，是不是很快就有一朵花出来了？这个颜色的话，如果说调的不够饱满的话，它干了之后它会变得很浅。我们把它加深一点点啊，这一层稍微加深一点点。但这个时候加深的话，它的颜色会不好看啊。当然没有关系，画写意的话，不要要求说它的颜色一定是很像工笔一样的那么细腻啊，不可能。好，调整一下，稍微调整一下花型，这朵花就可以了。所以快速的来一朵花，这边再来一朵黄色的吧。黄色这个颜色没有，还在这里，我们再蘸一点底色，蘸一点底色。这边再来一朵黄色，跟它呼应一下。黄色的颜色是这个，还是用一样的颜色？藤黄，先调这个藤黄，调这个鹅黄，调橄榄绿，调这个赭石。来，又快速的画一朵啊，快速的画一朵。好，我们越到边缘这些花，我们越要更随意一点啊。调点橄榄绿，调点赭石。
啊，有各种各样形状的花瓣啊。好，蘸一点底色。直接反笔去画。好，再多蘸一点颜色，多蘸点颜色画底下的这个大花瓣。这个是一朵简单的一个绣球。这个花瓣与花瓣衔接的地方一定要小心。好，把笔洗一下，把笔洗一下，然后蘸一点底色，直接蘸一下底色。来回一下笔。这个虚的还是让它虚下去，颜色上要有一点点变化。好，这一朵很简单的，很快就画完了。然后上面再来一朵，上面再来一朵。这一幅画的话，就是主打一个满。上面来一朵偏白色一点。那我们把底色再要多调一点点啊，底色再多调一点。我们今天这个花是不是都画得很快就可以画一朵花了？好，下面再画一朵这个白色的，白色我们就不用这个，就用一点点赭石去画，就用底色，用底色，然后用一点点赭石去画。啊，还是挺黄的，我看一下这个是什么原因，还是挺黄的。把这个三绿再加一点，三绿再加一点。胭脂再加一点，胭脂和三绿再加一点啊，让它再灰一点哈，这个颜色再灰一点，三绿和胭脂再加一点，让这个底色再灰一点点啊，画一朵这个偏白一点的，偏白一点点，我们用一点点这个赭石和交叉，赭石和这个橄榄绿吧，赭石和橄榄绿去画，来蘸一点点赭石就可以了。基本上我们就画一朵这个白色的，就用一点点橄榄绿
橄榄绿和这个赭石去画。笔尖没有颜色，我们就蘸一点点赭石就好了。好，往上。好，这个花心在这里啊，大概点一下这个花心的位置。好，蘸一点点这个赭石就好了。好，就蘸一点赭石就可以了。好，这个是花心的地方了。又变成黄色的呢？又不小心沾到了黄色，来笔肚里面蘸一点底色，蘸一点赭石。好，边缘的花瓣。这上面是虚的，我们直接去点出它，点出它的一些虚的花瓣。最后我们蘸一点这个三绿进来吧，后面的花瓣加一点绿色。我是盘子里看到什么颜色就加了什么颜色，就用盘子多余的这个颜色去画就行了。用盘子里多余的颜色。就深一点，让它颜色更深一点就行了。这正好，橄榄绿或者是三绿都行，橄榄绿或者三绿都行，让它颜色深一点，有变化就行了。好，再蘸一点啊。来，再蘸一点底色，轻轻的蘸一点底色，蘸一点点这个赭石。好，这个花瓣让它伸出来。好，这里再加一层啊，加一层。基本上可以了，我们回一下笔吧。好，用这个什么胭脂来回一下，重新调整一下，加一点点胭脂来调整一下。让它边缘透一点点红色进来。透一点点胭脂色，再加一点底色。
加点赭石，加点胭脂，后面再来一个花瓣。然后让它跳出来一个，不然这个花瓣总觉得这个花太规矩了。好，还是用这个橄榄绿还有这个赭石吧，画这个花心。今天的花是比较小一点点啊，今天花确实不大，确实不是很大，因为今天这张纸比较小啊，纸比较小，所以花也比较小。你看这种，我们就是要它这种状态。今天的花这有虚有实，这一朵是最实的。你看到后面的这朵花在后面，我们就特意把它画成虚的。就一幅画里面一定要有这个虚实的这种变化，它才好看，才成立。没有15公分，今天的花特别小。好，这一个画上一个花心啊，先用3绿画上一个花心。这个3绿，这个还太湿了，所以这个3绿画上去不怎么现，加深一点，加浓一点，都加不上去，因为太多水了，亲爱的家人们，太多水了。底下这个颜色还没有干。好，我们来画上花心哦，画上花心。这个有点湿，都不行，水分太多了，这个花心都画不上去啊，水分太大了，这个花心都画不上去，还没有干。
好，把这个上面加一些花心进来。这一朵比较早画，还干了一点点。好，这里加上了一些花心啊。这个太湿了，画不了，要等它干了之后，这个花心才画得上去，否则这个花心画上去就很多水在那里。